奇瑞绝对是一个妥妥的安全狂魔和用料狂魔。为什么？因为不管多少价位的奇瑞车型，不管价格高或者低，它在安全用料、在机械用料上面，永远都是最舍得给的。举个例子，这台风云 T8预售的价格是10.99万起，上市之后可能价格会更低，妥妥的10万级的 SUV 车型吧。那你们觉得这样一台10万级的奇瑞的混动 SUV， 用料和安全表现到底怎么样呢？马上拆给你们看。这台车呢，前后保险杠已经拆掉了。我们先来说一下它在防撞结构设计、用料这一块表现怎么样？来看一下细节啊。首先，为什么说奇瑞是一个安全狂魔？就如果单看前面这一块的话，你说这个车10万级，我是打死也不相信的。10万级绝对不会给到你这样的防撞梁的用料。一般同级别的车型我们拆过很多，大都是单层双压钢板，然后或者做一个工字形的加长结构，大概就这样了。这台车呢，给了什么？白花花的铝合金的，哇！刚刚我测量一下，它的长度大概是1370毫米这么一个长度。最重要一点就是什么？很宽，它不单薄。来看一下多宽，140毫米，然后这就是一个巴掌宽的这么一个防撞梁。目前我拆了这么多车里面，就除了奇瑞系的车，其他车防撞梁真的没有见过这么宽的。然后还有就是它的厚度，这台车到这个方向来看一下。它的前防撞梁看见没有？厚度我刚刚用游标卡尺去卡了一下，它的厚度大概是2.8毫米，做了非常非常厚。然后镜头靠近一点可以看到它的结构啊，它直接给了2层加强片的设计啊，我觉得这没必要，其实给一层也行，对吧？给一层也行。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吸能盒，吸能盒看了也比较粗壮。然后这个吸能盒我们刚刚测量最长的地方，它的长度大概是170毫米，然后吸能盒上面做了一些打孔溃缩引导的处理。然后它的防撞梁呢也是通过螺栓连接的，不过它居然是通过5颗螺栓连接，一般都是3颗或者4个，它给了5个。还有一个细节点就是，这个是主防撞梁，主防撞梁两侧呢，他们特意做了一块，看到没？这个小的防撞梁设计，这个主防撞梁再加上两边的这种辅防撞梁设计的话，它可以对前面有一个非常大的覆盖率，达到了84%，怎么样？我觉得很夸张，很夸张。10万级的车前防撞梁设计的这么厚实，这么粗壮，还是非常非常有惊喜的。我觉得这事儿也就奇瑞能干出来了吧。另外还有在细节上处理的比较好。你看前面的这些塑料件呢，都做了一些小的缓冲泡沫，然后主防撞梁上也做了一些缓冲泡沫，基本上都覆盖到了，避免在一些低速下发生一些小的碰撞或者产生一些摩擦。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设计亮点，这个东西有人知道是什么吗？是从上面一直延伸到下面的，有没有懂的？这个叫修德钢啊，它也是上负重梁，向前一直延伸到下面这个位置。你们可以去看看你们的车，可以这么说吧，甚至在20-30万级别，你都很少能够看到有这样的修德钢的设计。为什么？因为大家的上负重梁可能做的比较短，很少有车能够把上负重梁一直向下延伸，一直延伸到前防撞梁这个位置。好处是什么？上负重梁到修德钢这个位置向下延伸，然后这下面呢，这儿有主重梁。2个延伸，再跟它的前防撞梁连接，这样就导致它整个前面是一个完整的闭环。好处是什么呢？一旦发生比较严重的这种交通事故的话，你会发现它的力传导路径先到防撞梁、吸能盒，然后上负重梁传递，然后主重梁传递。这个时候它的传递路径更多一些，它力气就会分散一些。说白了就是更安全一些。所以10万级给到这样的设计，我都觉得有点过意不去了。OK， 然后看到没？前面这白花花的隔音棉。我们再看一下后保险杠，这个就是后防撞梁。说实话，相对于前防撞梁就没有那么惊艳了，中规中矩吧。长度刚测量了是1200毫米，然后也是有个吸能盒设计的，然后后面是通过3颗螺丝相连接的，大概是一个中规中矩的水准。那除此之外呢，大家在看这台车，它的车身强度够不够硬，通常会谈到一个指标，就是高强度钢占比。然后这台车的高强度钢占比是达到80%，什么样一个水准呢？同级别的车型大概高强度钢占比大概也就是70%到75%这样一个主流的水准吧。这台车到了80%，对吧？然后另外还有一点，刚刚打开箱盖的时候会发现，10万级的车给到你双液压的撑杆，别的车是怎么做的？手动的撑杆。所以从这一方面来看的话，我觉得这台风云 T8它的结构、用料还有安全考量这一块确实花了心思了。那接下来咱们把底盘抬起来，看看它的底盘用料到底怎么样。OK， 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个底盘表现怎么样。我先把结构放在这儿，虽然这台车它是一个10万级的 SUV， 对吧？价格便宜了很多，但是底盘的结构用料这一块绝对是向大哥风云 T10这方面去看齐了，没有什么
缩水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细节啊，来，首先前悬的话是一个麦弗逊悬挂，这也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结构。但是这台车，不错的地方在哪里呢？看到没？这是它的下摆臂，它的下摆臂用的是双层冲压的钢板，很厚实，很宽。一般10万级的 SUV 用的是什么？单层冲压的，这个是给了双层的。OK， 第一个点。然后第二个点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球头连接了是可拆卸式的球头，来3个螺丝连接在一块儿了，很多都是一体式的。一体式的坏处在哪里呢？就是如果我们发生碰撞，这一块坏了之后，你整个都需要更换。那这个呢，如果你这块坏了，单独换这个；这个坏了，你单独就换这个就 OK 了，对吧？这些细节处理的非常棒。然后双活塞的卡钳，这个价位除了奇瑞能给你，还有谁能够给到你，对吧？双活塞的卡钳。OK， 这个就是整个前悬部分。然后前悬部分呢，对了，还有一点没说，就是它的整个仰角做了很大，然后也是铝合金的材料。然后再看一下。前面的副车架这一块其实还是有很多亮点。首先，它的这个副车架呢是一个全框式的副车架，全框式的副车架大家都知道，前面的防撞效果呀会做得更好一些，强度更高一些。然后还有几个细节点，就是刚刚我们看到这个下摆臂的后半部分，它是通过一个非常大的液压衬套和它的副车架相连接了。液压衬套的好处大家都知道，就是它的滤震。会更高级一些，柔韧感觉会更多一些。说白了就是你开起来这台车，你会觉得它底盘的高级感会更好一些，但是成本肯定会更高一些。10万级的车啊，给到你液压衬套，这么大液压衬套，还是非常非常少见的。然后前面还有一个亮点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前面的横向的稳定杆，我们平时叫它防倾杆，这个防倾杆非常的粗啊，所以就。整个前悬这一部分来讲的话，这台车的用料还是很到位的。然后在后面的话，就是它的电池组，因为这是一个插电混动车型嘛。先说不太好的地方，我觉得可以再改善一下，就是它的高低压线束啊、管路这一块可以单独弄个护板给防护起来，会更好一些。OK， 然后整个电池包下部的这种安全处理还是比较到位的。来看一下，镜头拉近点，这个是电池包的壳体，然后电池包的壳体下方看见没有，有一层。金属的应该是一个合金材料的盖板，然后中间是很厚的缓冲材质，然后下方又是一个比较厚的，应该是钢板去覆盖到，然后在下面有一些 PVC 的喷涂，能够降低噪音。那这样一来的话，其实这个电池组下方是有多层的护板去防护的。那如果你去刮了底盘了，你这一块你可以单独换是没有问题的，你不会直接伤到底盘电池包。我觉得这一点做的还是挺不错的。然后再来看一下后悬挂部分，后面是一个4连杆的设计 ，OK 是没有问题了。然后这些连杆呢都是一些铸铁的材质，而且做的还是比较粗壮的。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它的仰角，这是一个异形的仰角，做的非常大。然后这一大块全都是铝合金的材质，看起来就非常的粗壮。包括这台车它后面的这副车架也是特别粗壮那种类型。然后另外还想说了2个细节点啊，首先第一点就是现在奇瑞的车它的底盘装甲做的真的比之前好太多了。你像这台车，这些接触不到的地方全部都是这种大面积的装甲，底盘的防腐涂层做的还是比较不错的。然后另外一点就是10万级的车，大家看一下，然后后轮毂居然用上了这种纤维的材质，也是为了降低噪音。包括刚刚我们拆保险杠的时候，前面有一些隔音棉的使用，所以在这细节方面，这台车没有任何的偷工减料。不管是它的车身用料啊、安全保障，还是在这些素质这一块，绝对是要超过10万级这个水准的。但奇瑞就是这个调调，是吧？不管你的价格多高或者多低的话，在安全这一块绝对是不会缩水的，绝对是会有保障的。我觉得这个就是奇瑞的造车理念，你们觉得呢？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汽车内容，欢迎点击上方搜索汽车销量排行榜，海量新车信息等着您。